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不必自证。赵丽颖是一路踩着争议和嘲讽过来的，她每次有新动向都免不了被黑。这一次，电影《向阳花》同样如此，从剧情、剪辑、人设到情节的不完美，通通算到赵丽颖头上。我只想说，赵丽颖不必自证。赵丽颖这次被骂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不管上映的是不是《向阳花》，她都会掉入舆论漩涡。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所有的名和利都摆在明面上，这个圈子带来的荣耀和光鲜极具诱惑力，无数人挤破头想要站上顶峰。可蛋糕就那么大，随着大环境的改变，蛋糕还越来越少。当别人都开始被行业冲击走下坡路，赵丽颖却拿奖拿到手软，被人盯上太正常了。尽管赵丽颖一直低调努力，她是谦逊，但她很容易遭人嫉妒。嫉妒什么呢？嫉妒她旺盛的生命力，嫉妒她重塑规则的勇气。出生农村，非科班演员，硬是从跑龙套坐稳了女主的位置。别人都说圆脸演不了女主角，她偏不信，不仅演偶像剧女主，还能演坚韧的大女主。当女演员被结婚生子拖累的时候，她摇身一变，完成转型，站上领奖台。所以不难理解，为什么赵丽颖会显得不合群，因为她坚持的东西就不是主流价值观那一套。他有自己的一套看待世界的逻辑和思维，这是没那么能被人理解和看见的，但却是他这些年闯过来最重要的东西。他和同龄女演员玩不到一起，并非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，而是并非一路人，大家的来路不同，注定了想要的东西不同，为人处事的底层逻辑不同。要说同龄女演员对赵丽颖有没有嫉妒心，心中特别明亮的人肯定没有的，但凡内心有一点计较和贪欲的，有也是正常的。这很现实，人性如此。就好比一个起跑线比你更低的人，最后却硬着头皮闯出了一条路，还跑到了你前面，你内心也会有波动。这没什么，一个人内心的嫉妒、贪婪和失落，是可以和善良、正义、谦逊这些东西并存的。赵丽颖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，见过的人性幽微比普通人多多了，经历过的人情冷暖也比普通人多多了，这一切她早就习以为常，不会为此内耗太多。翻到赵丽颖早期的动态，她让我最佩服的不是努力，而是那种永远向上的思维模式，哪怕处在最低谷，她也不说丧气话，她相信只要活着就能有希望。表面听起来很鸡汤，但到了30+，我越发明白，这是一个人能成事最重要的精神格局。为什么贫穷家庭出身的人很难超越阶层？最根本的问题就在这里。贫穷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短缺，而是因此带来的短视、恐惧、自卑这些消极的思维模式。关于这点，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触。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，我是在父母的吵架声、抱怨声中成长起来的。虽然我读了大学，走出了农村，但我的思维模式却有很多父母的影子。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坏事，我都能无限放大，往最坏的后果去想。灾难性的思维模式常常让我处在压抑、紧绷和恐惧之中。尽管我很努力，但精神内耗消磨掉我很多力气，最终得到的和我付出的总不能相匹配。我也是这几年一直读心理学书籍，一直有意识重塑自己的思维，才让自己的人生稍微轻盈自洽了一些。所以赵丽颖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她的思维和格局早就超越了她所处的环境。她给我最大的感觉是，她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，内心有很强的定力，她不会被别人的质疑和嘲讽所动摇。赵丽颖还有一个点是，她敢于做梦，并且能为自己的梦想去争取。
她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别人演戏，但是家里没有条件支持她。长大后考了空乘专业，同样因为经济条件不足，没能当成空姐，只能找一份销售的工作糊口。这是大多数农村女孩的命运，没有家庭托底，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争取，还要一次次为贫穷妥协。所以大多数农村女孩不敢谈远大的梦想，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能让自己和父母不那么拮据就已经很好了。生活的重担在肩上，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做白日梦。赵丽颖参加雅虎搜星比赛时，是辞掉工作去参加的，单就这点，很多人都不敢这么做。因此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，不仅是出身的差别，更多的是在于选择背后认知的差别。老天爷砸一个机会到你头上，有人根本识别不到，有人看到了但不敢行动，只有那个没有被贫穷折断翅膀的人才能接住。赵丽颖的成功当然有运气的成分，她生在娱乐圈蓬勃发展的年代，有很多选秀舞台给予普通人出道的机会，但不是人人都能匹配得上这份好运气的。看过一个报道，赵丽颖比赛获得冯小刚组的冠军，而后获得和冯小刚拍广告的机会。冯小刚在媒体面前大赞赵丽颖，说她很聪明，很有潜力。冯小刚看中的绝不是赵丽颖的美貌，而是看到她的内核。18年后，赵丽颖成为冯小刚电影的女主角，是缘分，更是命运。一个人的命运，说到底还是由潜意识决定的。赵丽颖一路遇到很多贵人，很多机会，她总能心想事成。自律和努力只是一部分因素，更关键的点在于她的思维和认知总能站在更高更宽的地方看待一切。我很喜欢她曾在演讲中谈论的英雄主义。她说，英雄的出处是来自于内心的强大，和你所从事职业的坚持和踏实，来自于对梦想的执着追求，以及面对浮躁浮华的淡定和定力。贫穷出身的人最怕的不是不能成功，而是成功后的飘飘然。所以我们总能看到顶流塌房的故事，人一旦得到巨大的名和利，很容易迷失自己，要么挑战底线获得快感，要么心性浮躁毁掉一切。赵丽颖一路走来，最难得是一个稳字，不管处在低谷还是高峰，她从来没有忘记初心，她始终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，明白踏实做事、真诚做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因此，面对所有的争议，她很少出来解释什么，她很清楚语言是苍白的，自证最好的方式是变得更强，拿出更好的作品，演出更好的角色，自然能还自己清白。很多人等着看赵丽颖拿奖后崩塌的笑话，所以逮着向阳花一直给她扣帽子。但我一点都不担心赵丽颖，我能感知到她走电影路的决心，她为底层女性发声的决心。现在的赵丽颖有了更高的目标，这个目标不只是当一个好演员，还有社会责任和女性议题。这条路注定是艰险的，但她是赵丽颖，她的心性、格局和认知注定了她能走到最后。总有一天，她会让今天所有质疑她的人闭嘴。祝福赵丽颖，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。